那接下来就为各位介绍 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 其实是在1995年之后非常受欢迎的演算法，即便是现在很多人在谈所谓的 Deep Neural Network、Deep Learning 这些事情，Support Vector Machine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它的 performance 从计算的复杂度，从它的预测的准确度来看，SVM 其实一直是一个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个演算法。那刚刚给各位看到这个蓝色框框跟红色圈圈，我们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当有2个以上的 classifier， 2个以上的 separating hyperplane， 到底该选哪一个？各位看到这个绿色框框，从比较粗的曲线来看，它应该属于蓝色的框框，从中间这个比较细的，它又会被分成红色圈圈。所以到底要选哪一个比较好？那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建议。他讲到这个蓝色实线跟红色实线，我们一般就把它称作所谓的 bounding plane， 而我的 classifier 呢，我的 separating hyperplane 就设在2个平行的 bounding plane 中线，这2个平行线间的距离是2除以 W2 norm，W 是平面的法向量。那 SVM 呢，它建议说，一个好的 classifier 就要选这样，它所对应的 margin， 它的边界越宽越好。这一组 bounding plane 的中线当成我的 classifier 会比较好。那这背后有一些 learning theory 在支撑它。为什么我们要使用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当然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工具，对 supervised learning、对 data mining 来看，它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同时，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 ultimately defined service， 就是说那个 separating hyperplane 是最佳的。同时，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几何上的意义跟解释，就是在前一页的图里面。跟各位说明，他建议我们要找一个 margin 最宽的 parallel bounding plane 的中线当我的 classifier， 它有几何上的意义。再来，它很容易算，它其实在过程里面解一个最佳化的问题就可以了。那这个最佳化问题基本上是一个 quadratic programming 的问题，是一个2次规划问题。其实有非常多工具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台大林志仁教授的 LibSVM。其实专门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设计的最佳化问题的演算法，在国际上是非常著名的解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 toolbox。那另外，它很容易从 linear 的 case， 就是找一个直线呢，可以到 non-linear case。我在这个投影片后面会给各位看到，它可以处理非常复杂的资料集。那但是这个 non-linear 是在你的 input space， 就是说你的 data space x 除以 r 那个 space。它是 non-linear， 可是实际上它是把点印到某一个很高维的空间里面，我们把它称作 feature space， 在那边找一个 linear 的 classifier， 然后这件事情映射回来在我们的 input space， 它就变 non-linear。那我们甚至不需要去知道说这一个 non-linear mapping 长成什么样，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kernel trick， 我们称作 kernel function，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我们在Perceptron algorithm dual form 其实是要埋一个梗，告诉你说这个是 kernel trick 的来源。那 SVM 又有非常好的理论基础，所以他知道说为什么我去这样设计这演算法，它的理由为什么要把这个 margin 推开，这些理论都是完备的。我们只能大概讲一下它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要把这个 margin 推开。那其实在 learning theory 里面有一个叫 structure risk minimization SRM。那他告诉你说，我们要找一个好的 classifier， 不只要把它的 empirical risk training error 变小，一般我们把它叫做 training error 或叫 model bias。那同时还要去把它的 VC error bound 变小。他就告诉你说，一个期望误差，大家可以写成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实验误差，我们叫 training error， 有一部分叫 VC error bound。我们暂时不要去管后面的理论，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W2 norm 就是未来我们要把那 margin 推开这个动作，跟着 VC error bound 是成正比的。我们透过把 VC error bound 变小，可以间接性的让期望误差或是 expected risk 变小。因为 VC error bound 跟 W 的 2 norm 是成正比的，所以它变小这件事情跟 minima 1/2 W2 norm 平方变小是一样的。同时，两平行线间的距离是2除以 W2 norm。所以让分母变小，其实相当于是把它的 margin 变大。
所以这一连串说明是告诉你说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本身背后的理论基础在哪里。那我想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 这一块基础其实是非常重要，也是现在 DNN Deep Learning 所欠缺的。简单 summarize 要用的符号，这个 Training Data 这 X 它有 X part 跟 Y part， 这 X 是描述你的资料， Y 的部分是告诉你说这资料的类别。那我有一个矩阵表示法，因为在书里面这个 X 它会把它视作所谓的航向量，那我要拼凑成一个矩阵，我用 A 矩阵来表示 data mention， 那 A 矩阵的每一个列都代表一笔资料，所以我就把那个 x1、x2 加个转字。那我们介绍一个特殊的对角矩阵 D 哦，它就把那个 label 放在主对角线，其他是0。这个部分只是为了让我未来符号上会更简洁。我们现在要找一个 separating hyperplane， 一个 separating hyperplane 可以透过 W 平面的法向量跟 B 是截距来决定。我们要看的是 AIW 加 B 大于等于1，如果你的 DII 是正1，什么意思？如果这一个 AI 或是 XI 这笔资料，它所对应的 YI 是正1的话，它应该落在刚刚图形蓝色实线的上方。如果 yi 是-1，就 di 等于-1， aiw 加 b 小于等于-1，代表是这个点落在红色实线的下方。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希望找到 w 跟 b 符合这些限制条件。那你有 L 个点，希望每个点都分到对的那一边。这一个限制条件呢，可以写成一个矩阵表示法，就是 DAW 加上 EB 大于等于1。这里的黑体字的1是一个111的 vector 啊，你有多少笔资料，它的长度就是多少。刚刚在 perceptron algorithm 都是 linear separable 的 case， 就是说确实存在一条直线或是一个 hyperplane 可以把所有点分干净。可是实际的问题里面往往没有这么完美，很多点是交错的，根本没有这样的直线或这样的平面可以完整的把所有点分干净。那就开始要去想说，如果办不到我们该怎么做。那一般来讲，如果资料不是 linear separable， 我们未来写出来的最佳化问题在 primer problem 是没有可行解，对应的 dual problem 是一个 unbounded above， 这一部分需要一些最佳化的基础，但是让各位理解说，很多 real world 的 problem 实际的案例里面，资料通常不是 linear separable。那我们常常处理这类不是 separable 的 case， 我们会引进 select variable， 再引进更多变数，因为 primer variable 是 infeasible， 指的就是说你找不到那个 W 跟 B 满足所有的条件，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条件，所以你要帮助它。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希望所有点分对，是希望说 yi 乘上 W transpose xi 加上 b 大于等于1。不管 yi 是正1或负1，其实你要看的 W 跟 B 是希望 yi 乘上 W transpose xi 加 b 大于等于1。办不到代表它不够大，所以我就在不等式的右手边减掉一个 xi， 这 xi 大于等于0。那这个 xi 是告诉你说，如果我让每个 instance 或是每个限制条件都有一个 xi 可以来调整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一个可行解，一个 feasible solution。那你可以想象这个 yi w transpose xi 加 b 大于等于1这种限制条件有 L 个，你如果允许有 xi 大于等于0这样的空间，这样的 select variable， 你很容易找到一个 feasible solution。举例来讲，你让 w 等于0 b 等于0，可是你的 xi 呢就是一个111的 vector， 带进去就所有的不等式都满足。当然这不是你要的，你要的东西应该是可以把所有的 xi yi 分对。换句话说，你要的东西是调整的量，那 xi 要越小越好。那我们用这个图来给各位看什么叫 xi 哦。在这个图里面，你真的找不到一条 separating hyperplane。你可以看到在右上方红色的圈圈其实是比较靠近蓝色框框这一群，在左下方呢，我们这蓝色框框比较像红色圈圈那一边，这两个点显然是被分错的。如果用目前中间这一条虚线，
那我们就引进了这 CSI 跟 CSJ， 红色圈圈我们叫 XI， 蓝色框框我们讲它叫 XJ。那我们就好像可以把它移回去，就是调整，让它到对的那一边。调整要力气，所以你要的应该是找到 W 跟 B， 你需要做调整的点，或是你需要调整的量，让它越小越好。虽然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找到一个 feasible solution， W 等于0 B 等于0 C 等于1，但是我们真正希望的 W 跟 B 可以把大部分的点分对。你需要做的调整，像这种 CSI 啊、CSJ 这些总量要越少越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线性规划 linear programming 的问题来解决它。这里的目标函数是 E transpose C， 就是 summation CSI，total 需要调整的量，希望它越小越好。那同时它的限制条件 DAW 加上 EB 加上 CSI 大于等于1。其实这只是前面那一个 CSI 把它移项而已。那 CSI 是一个正的，所以它应该是大于等于0。那这里的 E transpose CSI 它是用 select variable 的 one norm 来 measure 这个 CSI，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error vector， 把它加总起来，一般就称作它的 training error。如果你的问题本身是 linear separable， 你去解决这个 linear programming 的问题，解到最佳解，这个 CSI 自然会等于0。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图，那些该有的 CSI 就会有值，那大部分的 CSI 会等于0。Support Vector Machine 跟 Robust Linear Programming 的差异在哪边？在 Robust Linear Programming 里面，它只关注 Training Error。可是我刚刚在介绍 Structural Risk Minimization 有提到有一个叫 VC Error Bound 的概念。那 VC Error Bound 它是希望两个 bounding point 之间的距离要越大越好，换句话说 W2 要越小越好。在发展 Robust Linear Programming 解这种 classification 问题的时候，当时并没有对 Learning Theory 有太多了解，所以没有把 VC Error Bound 变小的机制。到后来对 Learning Theory 了解以后，那个 Vecnik 他就提了不同的 SVM 的 model。Conventional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跟之前那个 Robust Linear Programming 最大的不同是它多了一个1/2 W2 norm 的平方这一项。其实你知道两平行线间的距离是2除以 W2 norm， 那这里加平方是因为 W2 norm 是平方和开根号，那开根号这个动作其实是不太好算的，那我们就直接算 W2 norm 的平方，就是 W1 的平方加上 W2 的平方到 Wn 的平方，因为你的 input space 的维度是 n 维，那加个1/2是未来如果对于这一个 W2 norm 的平方去做微分，会有一个2掉下来会跟1/2抵消，所以做这一个运算上会比较简洁。这一个叫 one norm soft margi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说我在衡量 select variable 这个 error vector 的大小，我是用它的 one norm。那 one norm 是 summation CSI， 那因为我有限制的 CSI 是大于等于0，所以加起来就是这个向量的 one norm。那有一个叫 two norm soft margin， 它是用 two norm 的长度，比较像我们以前学的最小平方法，它用2/c CSI two norm 的平方。这里有一个新的符号，各位都之前没看到，就是这个 C。那 C 这一个部分是 hyperparameter， 是 user 要决定的。那这 C 的角色是在平衡，到底我在求这最佳化的过程里面，我要花比较大的力气让它的 training error 比较小，或者是我要花比较大的力气让这两个 bounding plane 的距离推得比较开，所以这两个之间是透过 C 来 control。那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C 是需要 user 去决定， C 越大越容易出现所谓的 overfitting， 因为你花比较大的力气，不管是 one norm soft margin 或 two norm soft margin， 让你的那个 error vector 变小，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可能是 fitting 你的 data fitting 得很好，但是拿来做 prediction 就会变得很差。我们常常用一个所谓的 tuning procedure 在决定 C，就大概你就去猜某一个 range， 然后选10个、20个候选人，然后分别去计算它的 training error 跟 testing error。那待会 evaluation 我会更进一步讲什么叫 training error， 什么叫 testing error。但是这个是一个需要透过调控参数去决定的。从 conventional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以后呢，就开始有一些
不同的变形。那也有人发展出所谓的 one norm SVM， 它做的是 W2 norm 的平方在这边变成 W1 norm。那它的 Caesar vector 还是用 one norm。这个 one norm SVM 其实在统计上有一个方法叫 LASSO， 这个方法在选重要的参数是非常有用的。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一个 Deutsche Bank dataset 的例子，我们有40个 financial index， 那其实在那个文章里面我们挑了大概7、8个，在挑参数的方法其实就是用这个 one norm SVM。这一个问题在最佳化里面事实上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的目标函数有一个 summation wi 的绝对值，但是这是可以把它改写成一个 linear programming， 那细节我就不在这边讲，但是这个东西用 linear programming 可以解决，同时呢它可以帮你去调整去选择重要的变数。 wi 绝对值的大小其实是告诉你值越大，这一个对应的变数越重要。透过这个 one norm 的 SVM， 它可以帮你挑选重要的参数。我们刚刚都讲 linear classifier， 但是我想给各位看这一个资料分布。我们这里有94个白点，有94个红点。各位看到这一张图，其实那些红色的部分，除了那个红色点以外，在白点附近那些红色，其实是我们背后有一个很复杂的函数。我们把每个对应的点带到那函数里面，如果是大于0，我就标红色；如果小于0，我就不做，就是留白。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函数相当复杂，才会出现像这种蚊香的分布。英文是说双螺线。这张图只想跟各位讲说 ，SVM 可以提供这么复杂的资料分布的 classifier。给各位观察是，你可以发现这一个红白交错的地方，几乎都是在红色、白色点每一个 pair 的终点的位置。这个是相当不容易调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告诉你说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有很好的能力来区分复杂的 data set。 那背后的概念是这样，左手边这个图，红色的圈圈跟绿色的框框，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的分布，事实上你找不到一条直线把它们分开。我们可以透过一些非线性的转换，把这些点印到所谓的 feature space 里面。在那个比较高维度空间里面，红色的圈圈会群聚在一起，绿色的框框会群聚在一起，那中间确实存在一个 separating hyperplane， 就是这个黄色的平面。我如果把这黄色平面映射回来，原始的空间就像这个黄色的曲线。所以用这样的概念来说明，资料在原始的 input space 里面没有办法用 linear classifier 去处理，可是我可以把它透过 nonlinear map 到 higher dimensional space， 然后去找它的 linear classifier。我们一般把它讲作 learning in feature space， 这个是告诉你说，我如果把资料放到比较高维度空间，我其实是可以容易找到一个 classifier。但是呢，这背后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你很可能产生 overfitting 的问题。overfitting 问题指的是说，你手头上的资料可以分得很正确，但是用来做 prediction 的时候就不太容易。那这通常你的复杂度比较高，你的 model 的 dimension 比较高，比较容易有的现象。刚刚我们在 k nearest neighbor 提到，当 k 等于1的时候，那个 decision boundary 边界是很复杂的。当 k 等于15的时候，边界就比较像海岸线，就比较连贯。这个谈的就是说，我其实把点放到 feature space 对我分类是有好处，但是背后有可能有 overfit， 这个当然要另外去处理。那第二个呢，到底怎么样选这个 nonlinear mapping， 当然就是不太容易的。SVM 后来发现可以有一个 kernel function， 我们称作 kernel trick， 我不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 nonlinear map 长成什么样，我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听起来好像蛮玄妙的，但是我们那个 perceptron algorithm in the dual form 其实有隐含的这个味道，因为在那个 perceptron algorithm in the dual form， 它告诉你，你只要知道点跟点的内积，用一个 grammatics 把它存下来，这一个 dual representation， 你就可以让这个 online perceptron algorithm in the dual form。那这个 kernel trick 也是类似这样的想法。那它告诉你说，有了这 kernel trick， 你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个 nonlinear map 长成什么样子，你甚至不需要知道
你映射过去的 feature space 的维度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你可能要处理一个非常大而且 dense 的 kernel matrix。那我来解释一下刚刚提的这些概念。假设我的 nonlinear map 是要 phi， 那你的大 X 是你的 input space， 大 F 是你的 feature space。如果照 Classifier 写成 primer form， 它应该是 f of x 等于 summation j 从1到某一个维度，然后 wj phi j。因为我的 nonlinear map 长成什么样我不知道，甚至不知道那 feature space 的维度。可是我如果把它写成 dual form， 它的那个 Classifier 就是各位看到这式子，这个 phi x phi xi 就是你 training example 经过 nonlinear map 的 image。那其实在这 dual form 里面，我想传达一个讯息是，你只要知道这些 training data 或者这个 x 它们的内积关系，你就有办法处理。你可以看到 phi xi 跟 phi x 做 inner product， 你只要有这一个讯息，你就可以表示出这一个 f of x。我简单介绍所谓的 kernel trick， 事实上它所代表的这 kernel function 它的定义它是从 x cross x 到 r， 就是说它是观察两个 input space 里面 training example 之间的关系，所以有 x cross x。那他讲说 x 跟 z 如果在这个 input space 里面，那透过这两个东西我可以定义一个函数值。这函数值怎么定呢？就是它们之间的 inner product。如果有人可以告诉你这个 kernel function， 刚刚那个 Classifier 你就可以用这 kernel function 置换，你就不需要去看什么叫 phi x。给各位一个例子会比较清楚。如果我的 input space x 在 R2， x 这个资料就有两个 component 可以表示，叫 x1 x2， 另外一笔资料叫 z， 叫 z1 z2。那我先定一个 nonlinear map 给你看，它是从 R2 到 R3， 它怎么定呢？它是 x1 平方 x2 平方，然后根号的 x1 x2。那你如果把它做内积，它的效果就是先把 x 跟 z 做内积以后再平方。那这告诉你说，我事实上可以定义一个函数 kxz， 它是先把 x 跟 z 做内积以后再做平方，而这个效果跟把 x 先经过 phi 从 R2 印到 R3， 把 z 经过 phi 从 R2 印到 R3 再做内积的效果是一致的。我们一般把这个 kernel 是 polynomial kernel of degree 2， 有很多个 nonlinear map， 它 inner product 的结果都跟这 kernel function 的值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唯一性。那我透过这例子告诉你 kernel trick 有多有用。nonlinear map 怎么定呢？他说，如果你有一个 Rn 到 Rp，Rn 呢是你的 input space 的维度，那你把那个 input space 的东西要印到 Rp 这个空间里面。那它怎么定义这个 nonlinear map 呢？它是讲说，我用的是所有不同的 feature of all monomial of degree d。前面的例子给各位看的叫 monomial of degree 2啦。你可以发现我每个 component x1 的指数是2， x2 的指数是2，然后第三个部分 x1 的指数是1， x2 的指数是2，加起来 d 就等于2。所以我们这里讲 monomial of degree d， 而且每个都是 distinct。那他告诉你说，我从 Rn 到 Rp 我定了这样的 nonlinear map。那他告诉你这个 P 会有多大呢？它是一个组合数，是 n 加 d 减1取 d。那你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那下面有个例子告诉你，如果 n 等于11 d 等于10，你对应的 P 就是92378。也就是说，给你一个11维的向量，你要做这样的 nonlinear map， 它会从11个 dimension 变成9万多个 dimension。在这个9万多维空间里面找一个 linear classifier， 可你真正只需要知道这些点在这9万多维空间的内积，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用一个 kernel function 做得到。你只要在 input space 这11维空间里面先做 inner product， 然后再把它做10次方，那个效果跟这9万多维做内积是一致的。简单告诉你一下这个神奇的公式怎么来。你可以看到 x1 的3次方， x2 的1次方， x3 的4次方， x4 的4次方，告诉你这 n 等于4。然后这个指数部分是3加1加4加4，告诉你这个 d 等于12。这其实只是某一项 monomial of degree 12的某一项，从 R4 印到 Rp 里面的某一项。
透过圈圈叉叉去编码。你可以看到我在叉圈这个 sequence， 我就把它编成一个叉后面接3个圈，一个叉后面接1个圈，一个叉后面接4个圈等等。我来 decode 这个，看到第一个叉我就说它是代表 x1， 后面接3个圈代表说这 x1 的3次方。看到第二个叉我就看它是 x2， 后面只接1个圈，它就是 x2 的1次方等等。所以从这个叉叉圈圈这个 sequence， 你就可以解读出它所代表是 x1 的3次方， x2 的1次方， x3 的4次方， x4 的4次方。而所有的 monomial of degree 12事实上是这些叉叉圈圈的排列。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第一个起头设为叉，代表 x1 后面跟的是 x1 的几次方。所以实际上呢，你在做 permutation 只有 n 加 d 减1取第一个。那这减1的原因是因为你把第一个叉给 fix 住。那这个 number 事实上就是重复物件的排列数。我想各位可能以前有学过庭院深深深几许，这一个句子你任意的排列可以有多少种组合。那这涉及到有些字是重复的，所以排起来是算同一个。我们透过这种圈跟叉的 encode， 可以来表示这不同的 monomials， 然后可以得到这个 p 就是 n 加 d 减1取第一个。那它还是有一些理论基础。那我想我们这门课毕竟不是数学课，但我是告诉你说，符合一些条件的时候，这种 kernel function 一定是存在的。这几个 kernel 的 example 常常用的叫 Gaussian kernel， 有时候会把它叫 radial basis function kernel。那基本上它是看点跟点相减的距离兔弄的平方，那取 exponential 前面加个负 μ。那未来这个 μ 也是需要做参数的调整。但我想只给各位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个 kernel matrix 像之前的 grand matrix， 它 di 这个位置记录的是 di 个 instance 跟 dj 个 instance 之间的相似度，而这相似度的衡量是在 feature space。有了这个 kernel 的概念，其实刚刚的 one node solve margin 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也有它的 dual form。那 dual form 里面，你只要看到点跟点的内积关系，未来把它换成 kernel matrix， 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 formulation， 可以算这个 non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那你只是去改变你的 input data， 原本是 A transport， 你把它换成 kernel 的 A transport。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从 linear 到 nonlinear 的 case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你不需要额外写太多新的程式，你只要去改变你的 input data，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nonlinear case file， 就像刚刚那个 two spiral 可以做到那么复杂。